叶晨的话让刘家辉瞬间回过神来，他整个人大喜过望，激动到身体都有些轻颤，兴奋地脱口道：叶先生，看您说的，您住我家，那不是早就说好的了吗？您要是愿意一直住下去也是没问题的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刘先生真的是太客气了。说完，他转过身，看着表情震惊又错愕的刘曼琼，开口道：曼琼小姐，我还是跟你的车走，可以吗？刘曼琼此时还无法消化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所以他整个人仿佛都有些呆滞。刘家辉见刘曼琼没说话，连忙道：曼琼，叶先生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回答啊？刘曼琼这才回过神来，有几分慌乱地捋了捋两鬓间的发丝，对叶晨说道：可以。叶晨点点头，转而对万破军道：破军，我先走了，这里交给你们。万破军拱手道：好的，叶先生，属下会做好善后工作。叶晨转而又看向洪元山，淡淡道：洪门主，我要走了，你是不是要做些表示？跪在地上的洪元山急忙俯下身去，头也不抬的恭敬道：恭送叶先生。叶晨摆摆手：你做的不对，具体该怎么做，我刚才跟你说过。洪元山身体一颤，连忙发出几声狗叫：汪汪汪。叶晨点点头：洪先生确实是识物，看来你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上，绝非偶然。眼看叶晨要走，一直跪在地上的林教头鼓起勇气，脱口道：叶先生，在下斗胆求您批准在下重回万龙殿，在下一定为万龙殿尽忠，绝不再触犯万龙殿任何条例。叶晨看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你自甘堕落，助纣为虐，我看在万龙殿的面子上没有教训你，已经是对你法外开恩了，又怎么可能允许你重回万龙殿呢？林教头一脸羞愧地低下了头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叶晨想起什么，便开口道：这样吧，刚好你和这帮洪门子弟都要去叙利亚搞援助建设，而你又是他们的教头，这次你就继续做他们的管教，把这帮人给我好好管起来。如果你表现得足够好，倒是可以考虑让你重新返回万龙殿的序列。林教头感恩戴德地说道：谢谢叶先生。谢谢叶先生。叶晨没再看他，而是想起什么，对万破军嘱咐道：破军，给费小姐打个电话，告诉她可以放人了。万破军立刻点了点头，恭敬道：叶先生放心，我这就通知费小姐。万破军知道叶晨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通知费可心，可以让美国那边把陈肇中遣返回来了。之前陈肇中遣返的事情一直压着没进入流程，就是费可心在后面左右，而且以刘家辉所能触及的层面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件事情背后还有新晋费家家主的掌控。如果美国方面今晚遣送陈肇中回港岛，那他明天下午差不多就能到了。而叶晨嘱咐万破军的这番话，刘家辉和刘曼琼都没听出其中的隐喻。嘱咐过万破军，叶晨便对刘曼琼说道：曼琼小姐，请吧。刘曼琼有些紧张地点了点头，这才跟着叶晨走了出来。刘家辉跟在两人身后，脸上已经堆满了激动的笑容。虽然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叶晨究竟是什么身份，但是他看到叶晨与女儿走得这么近，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在这之前，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女儿充当那个吸引毛驴拉磨的胡萝卜，可是现在叶晨在他眼里已经不再是毛驴，而是如天神下凡，浑身上下布满强者气息的超级大佬。现在的他迫不及待想让叶晨抓起刘曼琼这根胡萝卜咬上一口，只要他把胡萝卜吞进肚子，
那自己将来就真是有靠山了。其实刘家辉在港岛虽然很有钱，但混得并不算顶尖。想到这，他心里便不禁感慨，在港岛这个地方，你想混到底，不但要有钱，还要有威严。如果你只有钱，没有足够的威严，很多时候反而会招来祸事。就好像李家当年是绝对的港岛首富，那么厉害，可是依旧有人敢绑架他们的大公子。老子也是一样，我现在虽然也差不多要成为港岛首富了，可是在面对洪元山这样的人时，依旧没有绝对的影响力。如果洪元山要跟我拼命，我他妈依旧会吓得屁滚尿流，最后只能找人说和，或者花钱息事宁人。就好像我今天刚过来时那样，只能咬牙答应给洪元山500万美元，把女儿带走。可是明明是他干孙子招惹了我的女儿，可我却要拿出500万美元赔给他，这就是只有钱但没有威严的最大弊端。如果我能有一个叶晨这样的靠山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叶晨是什么存在？他可是整个万隆店真正的主人。如果跟他攀上交情，最好是让他成为曼琼的男朋友，那我岂不是在港岛横着走？恐怕不止港岛，在全世界我都能横着走。意念至此，刘家辉心里激动得无以复加。浪潮 Club 的门外，除了刘曼琼那辆特斯拉之外，还有几辆劳斯莱斯，其中2辆便是刘家辉和随从的座驾。他的随从此时还都在车边等候，见他出来，立刻恭敬地说道：“老爷，大小姐。”混账！刘家辉忽然翻脸，对着几人怒斥道：“为什么不跟叶先生问好？”几人吓了一跳，连忙恭敬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好。”叶晨觉得好笑，但也还是礼貌地点头，算是回应。刘家辉这时一脸谄媚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既然你要坐曼琼的车，那我就不跟着你们添乱了。”刘曼琼见爸爸奉承的样子，心里虽然有意见，但也不好表露出来。于是他便把车钥匙递给叶晨，开口道：“叶先生，你来开吧，我有点累，可能开不了车了。”刘曼琼并非刻意摆架子，而是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过于紧张，他的心跳速度到现在依旧很快，整个人也有些发软，实在不敢开车。叶晨也很理解他的情况，顺手接过了车钥匙。可没想到刘家辉却一脸责怪地说道：“曼琼，你怎么能对叶先生呼来喝去？别忘了叶先生是我们家的贵客。”叶晨当即开口道：“刘先生，这点小事就不要上纲上线了。”刘家辉见叶晨好像是在维护刘曼琼，立刻堆满笑容，开心地说道：“对对对，叶先生，您批评的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上纲上线。”说完，赶忙对女儿说道：“曼琼，刚才是老爸不对，你千万不要跟老爸一般见识，你要是累了，就在副驾驶上好好休息休息，叶先生肯定会照顾好你的。”刘曼琼不太喜欢爸爸这样的嘴脸，于是便头也不回地走到车旁，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。叶晨看着刘家辉，开口道：“刘先生，我们先走。”“好好好。”刘家辉笑着说道：“叶先生您先请。”叶晨坐进特斯拉的驾驶室，刚把车开动，一旁的刘曼琼便看着他，认真问道：“叶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